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，剩下的东西。如果一个想法在一开始不是荒谬的，那它就是没有希望的。一个从未犯错的人，是因为他不曾尝试新鲜事物。我喜欢旅行，但不喜欢到达目的地。把你的手放在滚热的炉子上1分钟，感觉起来像1小时。坐在一个漂亮姑娘身边整整1小时，感觉起来像1分钟。这就是相对论。我从来不去想未来，因为它来的已经够快的了。有2种东西是无限的，宇宙和人类的愚蠢。态度上的弱点会变成性格上的弱点。成功等于艰苦劳动，加正确的方法，加少说空话。世间最美好的东西，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。人的成就和差异取决于其业余时间。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，但第4次世界大战中，人们肯定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。一个人最高的本领，就是适应客观世界的能力。天才和愚蠢之间的区别，就是天才是有极限的。要打破人的偏见，比崩解一个原子还难。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，而是冷眼旁观，选择保持缄默的人。并不是我很聪明，而只是我和问题相处得比较久一点。不要抱怨生活，那只能说明你的无能。强者从来不抱怨生活。为了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，命运把我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威。没有侥幸这回事儿，最偶然的意外，似乎也都是事有必然的。常识就是人到18岁为止所积累的各种偏见。
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，因为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是无限的。它包含了一切，推动着进步，是人类进化的源泉。道德毫无神圣之处，它纯粹只是人之常情。逻辑会把你从 A 带到 B， 想象力能带你去任何地方。如果你不能简单说清楚，就是你没完全明白。万有引力可无法对坠入爱河的人负责。用一个大圆圈代表我所学到的知识，但是圆圈之外是那么多的空白，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无知。而且圆圈越大，它的圆周就越长，它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就越大。精神错乱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，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。生命会给你所要的东西，只要你不断地向它要，只要你在要的时候讲得清楚。在天才和勤奋之间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。她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。一个人的价值，应当看他贡献什么，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。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，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。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本身，这叫朱兰的思想。一个人的真正价值，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。人们都把我的成功归功于天才，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而已。真正有价值的是直觉，在探索的道路上智力无甚用处。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，应当始终放在首位。苦和甜来自外界，坚强则来自内心，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。提出一个问题，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。人生就像骑单车，想保持平衡，就得往前走。创新的秘密在于知道如何把你的智谋藏而不露。时间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任何事都不可能立刻实现。
有一个现象的明显程度已经让我毛骨悚然，这便是我们的人性已经远远落后我们的科学技术了。一个快乐的人总是满足于当下，而不太浪费时间去想未来的事情。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。莫扎特从不为永恒作曲，但是正因为这个理由，所以他的许多作品均是永恒的。每个人都身怀天赋，若单用爬树的能力来评判一只鱼，那便是愚蠢。对一切来说，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，它远远胜过于责任感。一切都应该尽可能的简单，但不要太简单。现实只是一抹幻影，尽管它从不消散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就当自己生活在火星吧，周围全是陌生的怪物。对怪物的行为无需产生浓厚的兴趣。有时候一个人为不花钱得到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最高。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，在大事上也是不可信任的。我从来不记忆和思考那些词典、手册里的东西，我的脑袋只用来记忆和思考那些还没有载入书本的东西。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，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。世界上最让我难以理解的就是所得税。不要为成功而努力，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。我们一来到世间，社会就在我们面前竖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你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？所谓现实，只不过是一个错觉，虽然这个错觉非常持久。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水平思维来解决问题。不要担心你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，我敢保证我遇到的困难比你还大得多。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，思考再思考。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。最好把一个人的爱好和职业尽可能远地分开。把一个人的生计所在和上帝所赐的禀赋硬凑在一起，那是不明智的。
真理就是在经验面前站得住脚的东西。是学生对教师尊敬的唯一源泉，在于教师的德和才。科学没有宗教是瘸子，宗教没有科学是瞎子。宇宙中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，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。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，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。巧合是上帝保持匿名的方式。在一个崇高的目的的支持下，不停地工作，即使慢，也一定会获得成功。人只有献身于社会，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上帝难以捉摸，但并不心怀恶意。婚姻的确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奴隶制。当我们的知识之源扩大之时，我们所面临的未知的圆周也一样。武力不能维持和平，只有互相理解才可以。哲学、艺术和科学，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向高深，使它从简单的生理存在中升华，并把个人引向自由。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，不过是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。我从不想未来，它来得太快。提出一个问题，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，这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。世间最美好的东西，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、严正的朋友。任何物体以光速运动时，其长度将会缩短为0。人做事如果要成功，在之前必须脑海中有画面。任何天才不能在孤独的状态中发展。创新不是由逻辑思维带来的，尽管最后的产物有赖于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构。我不信仰一个人格化的神。在真理和认识方面，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，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。很少人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和用自己的心去感觉的。我害怕有一天，科技会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我们的世界将会充斥着一群白痴。无论如何，深信上帝不掷骰子。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人某人取得成功，
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，发现此路不通的失败者通通不写，这是很不公平的。对于我来说，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，忧他人之忧，乐他人之乐。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，有没有别的方案可选？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一样聪明，也一样愚蠢。一旦我们接受了自己的限制，我们就超越他们了。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式，一种是生活不存在的奇迹，另一种则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奇迹。有一种无穷无尽的能量源，迄今为止科学都没有对它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种生命力叫爱。我想知道上帝的构思，其他的都只是细节。我认为只有大胆的臆测，而不是事实的积累，才能引领我们往前迈进。我绝对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财富绝不能使人类进步。只有利他的生活，才是值得过的生活。幸福来自于有目标的生活，而不是来自他人或物质。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的裁判官，那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。大学培养的目标是独立思考的能力，